大家好，今天是2024年11月1日，星期五。我们现在看一下今天黄金、比特币还有原油的最新的一个走势分析。先看黄金，黄金的话，先看一下昨天的这个行情。昨天的话，这个真是一个瀑布了。然后从大跌的话，是从昨天晚盘美联储公布消息之后，美国公布消息之后的话，利好黄金，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因素吧，然后导致了从昨天晚上美盘开始，黄金就大跌，从2780的位置一路跌到了下方的将近2730的这个位置，中间的话有$50的一个跌幅，然后这个实在是太大了，很多在这个区间可能做空的都吃到这一波，这一波其实肉还挺肥。然后我们现在看一下今天的这个走势，今天的话其实从早盘开始的话就一直处于一个回调的一个状态，然后现在的话是在上方的这个位置，这个位置的话可能还比较关键，在这个位置如果能完全往上突破的话，有可能还会再往上一段走，但是因为现在整个昨天的这个大跌的这个走势，这个很大，而且这个力度很强，所以的话，今天的话到现在为止的话，我们只能认为它是一个回调的一个位置。如果它今天能够突破这上方的话，我们就算它如果要转头向上的话，它至少的话，一般情况下会有一个这样，然后二次就是一个二次突破，就是二次突破之后的话，一般我们才认为它是方向转变。但如果现在的话，其实现在只是第一波回调，这波只能算是回调。回调的话，它有可能会继续向下，下方的话关注这个位置。再跌破的话，有可能会继续向下跌。然后，否则如果向上的话，我们需要关注前高。这个前高如果能突破的话，有可能会继续向上。就是方向的话，短期来说可能会转多了。但是从现在的走势来看的话，我们只能认为它是回调。我们现在看一下它的回调线，我们再看一下长期日图的回调线。从现在这个回调线来看的话，我们需要就是今天下午到今天晚盘，我们需要关注这个位置，就是这是两个回调线的重合位置。如果这个位置能够守住的话，有可能的话就是可能会在这个区间震荡，震荡之后的话，我们看它是不是突破向上。否则的话，如果向下的话，就有可能会继续向下。再下一个目标的话，就是日图的38.2的这个回调线，就这个回调线很重要，这个也是前期这个低点。所以的话，今天晚盘的走势的话，我们就关注这个位置就行。就如果这个位置向下突破的话，然后有可能会再次转空，然后否则的话，我们就认为它是回调。好，这是黄金。我们现在看一下比特币。比特币从日图来看的话，昨天也是一个大跌，而且这个形态的话，今天已经突破这个，就有可能在当前这个位置会继续下跌。所以对当前的这个走势来说的话，就可以做空，基于这个位置就可以做空。我们现在看一下回调线，看一下它可能会空到哪个位置。这是一个短期和一个长期的一个回调线。从这上面来看的话，现在的话处于一个这个区间，就是上方的这个区间是我们认为现在它是一个阻力区间，下方的话这个位置的话就是一个支撑区间，在这个区域之间的话，我们就认为它是处于一个空头，然后下方目标的话就是下方的这个支撑区间。到达这个位置的话，就是当前这个位置的话，其实就可以做空。做空的话，目标的话就是下方的这个支撑区间。到过之后的话，有可能会转震荡。震荡之后的话，我们需要看它下方是否会突破这个支撑或者上方的这个阻力。如果向下继续突破的话，那下一个目标的话就是这个位置，然后再后边的话就是这个50.0。如果真是向上突破的话，那前方的阻力就是这个是下一个阻力位。不从现在这个走势来看的话，还是偏多的，所以现在不建议做空，不建议做多，你可以做空。
如果你真想做多的话，还是等到它上破上方的这个区间之后，然后我们再做多。到时候的话，然后下一个目标的话就是这个位置，再突破的话，那就是前期的这个高点了。好，这是比特币。我们现在再看一下原油。原油昨天是一个大涨的，然后我们看一下它今天的这个可能的一个走势啊。我们看一下回调线。看两个回调线嘛。从其实现在的回调线的位置来看的话，昨天晚上这个是两个回调线的重叠位置，这个就是当时支撑，就是昨天之前的话起到的阻力位其实还挺强的。昨天晚上强力突破之后的话，其实现在已经方向转多了。上方的第一个阻力位的话就是这个位置，再上方的话就是下一个那个两个线的阻力位。然后这个位置其实很重要，中间的这个的话倒不是那么重要。如果突破之后的话，现在的话其实不建议做多了，因为上方的话这个是一个顶，它可能会压制它突破。真的突破之后的话，我们再做。然后下一个目标的话大概是72的位置，然后从这个位置之下的话，当前有可能会做一个回调状。回调状之后的话，我们需要看它具体的突破情况，有可能会直接突破。然后如果往下的话，那我们下一目标的话就是下方的这个前一个支撑，就是前低，这个是它的位置。所以今天原油的操作的话，我们本天的话就按震荡来处理就行。